彩绘胶相对来说比较好润啊，比较好润。但是现在多数就目前的这个时间段来说，多数是分成2种。第一种呢是大家会经常比较常见的，像这种比较稀一点的彩绘胶，就是它是那种流淌质地的，但是它一定是比甲油胶的质地要粘稠一些。看一下啊，看一下，像这种，你看到没有？它是可以呈现这种拉丝状态。哎，你看拉的丝越长越长的，它是实际上来说是越粘稠的。一般来说，彩绘胶的上色度都是要比甲油胶要好，所以它的粘稠度要高。尤其是所有的胶里面，白色是最难做的。想要白色达到某一种比较重一点的饱和度的话，它里面的配比一定是每个厂家不一样。这就为什么说有的同学买的彩绘胶怎么画出来还是有一点透透的感觉，但是有的同学买的这个彩绘胶就是一笔上色啊，一笔上色，上色度极高啊，跟这个甲油胶它是跟彩绘胶是有一定区别的啊，一定区别的。这是一种偏稀一点的，一般来说偏稀一点的彩绘胶都可以在封层前去做使用，封层前去使用。另外，像彩绘胶呢，甭管是哪种种类，彩绘胶也都可以跟一些大力胶，就是比较粘稠的、跟果冻状的粘嘴胶进行调和，做纹理胶使用。做纹理胶使用啊，大家等会儿看一下，你像有些果冻胶，是吧？果冻粘嘴胶，把这个新的打给大家看看啊。比如说我们想做一些纹理类的胶，是哪一种可以去进行调和使用呢？就是这种。来看，像这一种的胶，看到没有？这个呢，胶一般来说用到免洗类的话是最好的，用免洗的这种果冻胶是最好的。基本上调和完之后，封层之后，就是直接画完纹理进行调和，调出来的那个胶会偏向于这个纹理胶，就是免洗类的纹理胶为主啊，使用会方便一点。所以说这个甭管是这个稀的，还是说这种偏粘稠一点点，你看这种就是偏向于固态彩绘一点，它是这种，你看它不会拉丝，就那一块一块的，你就放上去抖它都不会淌的。所以说，同样2款彩绘胶，它的这种上色度一定是要比这种稀一点的彩绘胶上色度要高的。我在这个纸上给大家稍作演示啊，稍作演示，尤其是白色会更加的明显一点点，会更加明显一点。我在一个黑色的甲片上，稍微演示一下，来看啊。来，首先是同样一个黑色甲油胶打底，然后我去蘸这个彩绘胶，看好看啊。我先去蘸这个彩绘胶，长时间不用它也会分层记的去调和之后再去使用。同样就蘸去这么多，就这么一点点，然后我们再来画的时候来看，能不能看出来？实际上它里面是有这种透透的感觉的。那你要说老师是不是因为取胶量太少呀？好，那我现在多量取胶，注意看啊，我把胶量增加，再去画。看一下，是不是还有那种透明的感觉？所以说，像稀一点的胶，我们平常日常用这种胶去画这个花瓣也好，画什么也好，够用了，够用了，也就可以了。但是我们想做一些纹路感，就是立体感比较强的时候，我们可以去选择这种偏这种粘稠度的啊膏状的彩绘胶。但凡同学们看好了，只要是这种偏向于膏状的。彩绘多数都是免洗的，多数都是免洗的，就是封层之后你不再封层，摸起来是光滑的。但是像这种画完纹路之后，如果你不封层，摸起来是有浮胶的，这是这2种的区别啊。来，同样还是这个胶，我也取这么一点点，我放在这边，我同样也是先薄薄的取一丢丢，我先不蘸很多的胶，就薄薄的一层。来，注意看啊，一笔下去。能不能看出2种的区别？这个是偏向于那种油状感，对不对？这个呢就偏干燥一点啊。来，我现在再多取点胶，把它画住。来看一下，能看出2种的区别来吧？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们想用到什么类型的，比如说你要画棋盘格填色，用棋盘格去，但填色需要表面平整的话，用这种的好用。但如果说想要立体感、纹路感，有这种纹理在的话，就选用这一种的胶会更好一点。所以说这2种胶呢，大家要备的话，平常使用。备哪种都可以，哪种都可以啊，看你们的习惯就好。但是2种胶使用的时候会有明显的区别。对吧？是有明显的区别的。所以说现在市面上的胶基本上就这2种啊，也就是说像这种免洗类的彩绘胶是可以当做纹理胶用的。我先把这个拿去照灯，我来跟大家去说什么叫做免洗类，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画波西米亚风，需要在上面磨砂封层画一些比较突出的，包括毛衣甲这些纹路，就可以用到免洗类的彩绘。那你没有的时候怎么办？就像我那会儿给大家说过的，我们是可以先去取一点这个彩绘胶。取点彩绘胶，然后去跟什么免洗大力胶或者是免洗果冻胶去进行调和使用。
这样呢会增加整个胶的一个粘稠度，增加胶的粘稠度，让它接近于这种粘稠度，然后再去使用。来看，这个是刚刚弄的那个胶啊，我们把这个加进去，然后进行调校、调校、调校。当然，老师你说加了这么多透色胶，它颜色会变浅吗？会，肯定会变浅啊，就是变透，不是说从那个变成透白色，那倒不至于，因为毕竟彩绘胶颜色还是比较重的。但是像你看做完这种，是不是粘稠度要增加，对吧？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把它当成一些纹理胶使用就可以了。来演示一下啊。这个是刚刚照完灯之后的两种，这种呢，你看我摸它是光滑的，我摸是没有关系的，但是这个摸起来能感觉到发黏吧，对吧？能感觉到发黏，所以说两种彩绘胶的区别啊，这是第一个，免洗和不免洗它的粘稠度。第二个，我们在画纹路的时候，你看这个实际上能看出来，看到没有？上面直接是突出的，就是免洗类的胶画纹路，直接就可以做这种突出纹理，可以借用拉线笔去画一些线条。但像这种的话，我们就得借助，哎。是不是用调好的这个胶再去操作？用调好的胶再去操作，它就不至于那么稀，也可以有这种立体的感觉，也可以有立体感觉。如果你的大力胶不是免洗的，那么在这一层做完之后是需要单独封层的。所以说有的时候纹理胶需要备吗？需要备，直接备一套免洗类的彩绘，又能当彩绘又能当纹理胶用。那像这种稀的怎么办？黑白两个颜色，黑白两个颜色单独备一下。所以说这是个人建议啊，品牌不做推荐，只是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胶彩绘胶的分类，看到没有？它是不会流淌的，这也可以进行这个彩绘操作。好吧，这是我们日常使用彩绘胶种类以及它的一些小特点，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好了，那这一课就到这儿，大家去试一下啊！我把这个照一下灯，大家看看，摸一下，咱们摸一下，我就照30秒钟。这个彩绘胶必备啊，必备。别的颜色不说，但是因为彩绘胶还可以跟甲油胶调色，也就是说所有照灯的这些胶都是可以相互之间进行调色的。也说，所以说这个彩绘胶不需要你买，永远买不全。甲油胶颜色还那么多呢，彩绘胶肯定一个厂家12瓶一个不同的颜色嘛，所以说我们需要进行调色处理啊。这个可以的，就是只要是免洗类的，摸完它是光滑的，不像这种它发黏，它没有发钝，像这些都是比较光滑的啊，比较光滑的，好吧？